从成都到上海晚上走，早上到，票价1000左右的卧铺动车组，你会接受吗？送水送拖鞋，风景超级好，设施1级棒，简直就是移动酒店。票价更是从3000打折到1000，就问你有没有蠢蠢欲动嘛？原价2828，现在只要990，是不是买到就是赚到啊？嘿，突风当前坐标成都东站。那么今天跟着我的镜头，我们从成都东站出发，搭乘7月2日首发的沪蓉动卧动车981次。沪蓉动卧有2趟，动车981次，动车985次。不会吧，这么多人？我还以为没人坐呢。然后这个应该是车迷。早在14年前的2011年就曾开行过沪蓉动卧、沪渝动卧，当时的车次是动车356次。那年7月某事件之后，中国铁路开始大规模降速，初代沪蓉动卧取消，降级为今天的快1156次。沪蓉动卧使用的是新 CH1E 卧铺动车组，头型采用类似 CH1AA 的 Cefiro 风格。车窗很大，利于观景，车厢气密性也比 CH1 其他车型有了很大的改善。全列一共16节车厢，像这样的软卧车厢还有14节，头尾各1节，带司机室的2等座车。每节软卧车厢共10个包厢，每个包厢4个铺位。正确使用设备设施。软卧车厢走廊设置边凳、收凳，自带阻尼。包厢的亮点是这靠垫自带扶手，掰下来就成软座了。所以本车原则上可以和白天的日间动车组进行套跑。大家可以从包厢号牌看出，比如这个1号包厢，上面1、2、3、4是铺位号，下面1A 到1C、3A 到3C 是座位号。例行厕所参观环节，厕所在车厢的一端，2个蹲室1个坐室。车门即将关闭，请注意安全。17点45分正点，动车981次沪蓉动卧缓缓驶离成都东站。不吃火锅就吃烤酱。烤酱提醒您，各位旅客，欢迎您乘坐和谐号动车组列车，如需帮助可扫描乘务人员。本次列车全列禁烟。接下来的14个小时，它将驶过包括成渝高铁、渝昆高铁、汉石高铁在内的21条线路，于明天早上8点到达魔都上海。 Next stop is 重庆北 Station。刚出站，我们进入第1段线路成渝高铁。出站就进隧道，找了个空包厢，我们试试包厢里的设备设施。首先是包厢独立照明，按这里3档可调，阅读灯在这里同样3档可调。上铺后侧的行李舱因为空调风道的占用，空间比较小。为了提升旅客在途服务体验，铁路部门开通了旅客畅行扫码服务，每个铺位后面都有，欢迎您的使用，期待您的宝贵意见。体验还是比当年要爽很多的，毕竟当年走的是既有线嘛，这一次我们等于是全程走高速线了。我们这一趟动车981次和我们后面开行的那一趟动车985次，2趟沪蓉动卧，我们都是要2次穿越机场的跑道的。第1次下穿机场就发生在10分钟后。成渝高铁与成花铁路伴行，一路南下，5分钟后你就能看到川藏铁路的桥墩。数年之后，在这里搭上去西藏的动车，一路向西，在山体中钻过整个横断山区，去往康定、理塘、波密、林芝，终到拉萨。前面就要到达天府站，过了天府站，我们可能就要进入地下了。前面大家看到的这个山就是龙泉山。川藏铁路的起点成都天府站，同样也是昆蓉高铁、成达万高铁的始发站。天府站北侧修建了天府动车所，这里 CH1E 就是刚刚从天府动车所开出的出库动车。这是灵动车吧？灵动车966次，也就是前一天首发的金融动卧。天府火车站初期6台11线，远期12台22线，是成都铁路3主3辅客运布局中的重要辅助车站。看看对面，好像很大，当中还有。好，我们的动车981次现在已经离开天府站，前面就是龙泉山。动车981次沪蓉动卧列车在这里先后通过龙泉山隧道、三岔湖站、天府机场隧道。隧道里我既没有找到道岔，又没有看到天府机场高铁站的站台，天府机场就这么过去了。18点16分，资阳西站通过。看地图，在这里成渝高铁老成昆线离得非常近。
威远之后就是自贡。之前搭乘卧铺大巴时遇到的自贡花灯施工队，让我知道了这里是中国灯城。其实自贡还有2个别称：千年盐都、恐龙之乡。成渝高铁、绵卢高铁在此交汇，谁能想到曾经不通高铁的自贡，短短几年就成了高铁枢纽站。18点41分，动车981次驶过自贡站。接下来我们转入绵卢高铁，下一站泸州。成渝高铁的终点宜宾，绵卢高铁的终点泸州，一个是五粮液，一个是泸州老窖，四川白酒源远流长，驰名中外。泸州站沪蓉洞我改车次为动车984次进入渝昆高铁。渝昆高铁连接重庆西、昆明南，正线全长699公里，设计时速350公里每小时。目前仅通车至宜宾，川滇段正在紧张施工中。19点38分，距离发车1小时53分，列车穿过渝昆高铁的钟梁山隧道，这时你就能看到重庆西动车所，远眺8D立体的重庆城，还有重联统行 CH2A 担当的动车1拐88次，正在接近重庆西站。19点41分，重庆西站，渝贵线、小西线、锦西线、渝昆高铁在此汇集，15台31线的规模让这里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火车站。哟，我看到了什么？没错，西莒双层 25K 即将执勤快4538次开往西安的西发招致列车，本物也挂好了，筑梦西延，砥砺前行。过了重庆西第4段铁路锦西线，10分钟后列车折向东，在嘉陵江畔我找到了这个叫井口的小站。暮色下，动车984次跨越嘉陵江，正在建设中的这座大桥就是沪渝蓉高铁的嘉陵江特大桥。北京时间20点02分，动车984次沪蓉洞卧进重庆北站。我去，人还挺多的嘛，好评如潮。那必须好评如潮啊！距离开车1个小时，我看12306上2等座已经售罄了嘛。火热售卖中，都是小朋友过暑假出去玩呀。列车已经到达。不仅2等座短途大量上下车，竟然我们动卧车厢都有做短途的，客流是不是很火爆啊？刚刚那个1人包间的2号车厢瞬间塞满，回我的3号车厢吧。欢迎您乘坐和谐号动车组列车，本次列车全列禁烟。20点13分，动车984次列车离开重庆北站，进入第6段线路郑渝高铁。下一站，万州北站。郑渝高铁起于郑州东站，终于重庆北站，而从重庆北站到万州北站，郑渝高分南北2线。我们的动车984次走北线即渝万城际铁路，设计时速250公里每小时，而南线渝万高速铁路设计时速350，还在建设中。重庆北到长寿北、渝万城际、宁荣线并行。长寿北之后2线分开，换个视角。晚餐黄焖鸡啊，因为我那个包间有脚臭味，我只能找一个空的包厢了。7车、8车、9车都没有旅客，随便挑。刚吃了一口，万州北到了。21点20分，万州北站，这站几乎没人上车，于是我就可以安心吃黄焖鸡了。站台上看着人不少，都是下来抽烟的。站台上吸烟的旅客还未上车的旅客，请抓紧时间上车。离开万州北，下一站襄阳东站。这段郑渝高铁也叫郑万高铁。如果我告诉你这段铁路的始建年份，你会绷不住。清光绪29年。是的，尘封记忆中的川汉铁路。渝万高铁的走向几乎是沿着三峡库区，这样的线位决定了这条高铁基本就是一条地铁。98%的桥隧比，让你即使在白天坐高铁也是难见天日。21点38分，云阳；21点53分，奉节。坐船6小时，公路3小时，高速1小时，高铁只要15分钟。奉节站。
溪河。5分钟后，沪蓉洞沃从梅溪河双线特大桥跨越梅溪河，你看不见的左前方正是夔门的方向。列车将在23点37分到达襄阳东站，夜间下车旅客请注意到站时间，提前做好准备。感谢配合，祝您晚安。接下来，动车984次跨越大宁河，路过巫山县，由重庆巫山进入湖北恩施，依次经过恩施的巴东、宜昌的新山、神农架林区，23点21分跨越汉江。23点28分，动车984次列车提前9分钟抵达襄阳东站。湘京高铁、郑渝高铁、汉市高铁在此交汇，华夏第一城池襄阳欢迎您。虽然此时已经深夜，但是动车984次在襄阳东站上下车旅客数量真的不少。我们停靠的是襄阳东站14站台，旁边15站台就是晚我们14分钟发车的动车988次。这一路2趟沪蓉洞沃追踪运行，后面这趟动车988次如果早点进站，2车就能同框。那这不就来了吗？早点8分钟，动车988次进襄阳东站，正好赶上动车984次发车。襄阳东出发，我们进入汉石高铁，经枣阳、随州南、安陆西、云梦东、孝感东等站下穿武汉天河国际机场，在汉口站转入京广线，跨长江进武昌站技术停车，司机轮乘。当前时刻凌晨1点41分，列车刚刚驶离武昌站，随即进入余花联络线。1点55分，武汉东站。它就是曾经武昌南环铁路上的流芳站，为了填补武汉东南部无铁路客运站的空白，对该站进行扩建，起初命名为光谷站，最终定名武汉东站。时间来到3点42分，经过59客专武钢城际阜黄高铁之后，当前坐标黄梅东站，又一次技术停车，旁边是动车988次，难兄难弟。走了。黄梅东动车984次先一步发车，沿京港高铁继续行进114公里，然后转安庆联络线前往安庆站。4点31分，动车981次到达安庆站，开始长达17分钟的技术停车。9分钟后，动车985次到达，同样开启技术停车。如此长距离驾驶对司机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，所以动车981次这一路换人不换车。重庆司机、襄阳司机、武昌司机、南京司机、上海司机在重庆北站、襄阳东站、武昌站、安庆站、南京南站轮乘。虽然武昌、安庆2站并不办理上下客。东边的天空开始透出微光，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。4点48分，动车984次先走一步，离开安庆站，驶入宁安客专。安庆发车6分钟，曙光照亮江面，这是本次旅程第3次跨越长江。过江，池州地界。长江安徽段又称皖江，江流呈西南东北走向，除安庆外，沿江重要城市都集中在皖江以南，也就是皖南。5点02分，宁安客专在皖南的第一座大站池州站通过。12分钟后，第2座大站铜陵站通过。
3分钟后旭日跳出了地平线。你好，7月3日。紧接着高铁中明枢纽联络线分出，宁安客专在这里下穿合福高铁，从安庆站到南京南站，这是宁安客专首次开行动卧，也是首次实现宁安直达。5点23分繁昌西，5点27分跨漳河，5点29分芜湖南。这里开始河杭高铁与宁安客专4线并行，直到芜湖站，上跨北京中路、神山口。下面是宁东狮子、两湖三节棍。5点37分芜湖站快速通过。芜湖站是皖南重要的枢纽站，宁同线、淮南线、河杭高铁、宁安高铁汇聚于此。但是沪蓉动卧根本不把皖币当回事，直奔省会去了。6点整，当前坐标南京市雨花台区。宁安客专河宁铁路京沪高铁3线并行，奔向南京南站。走廊里此时已经站满了准备下车的旅客。从成都、重庆、万州、襄阳到南京，动卧只需要860元、670元、560元、370元，和沪蓉全程一样实行3.5折。所以对于南京人来说，或许这趟动卧的性价比更高。提前5分钟，动车984次到达南京南站。南京早安。18站台南局的大地铁动车3辆39次刚刚发车，23站台上局的 CH2B 担当的灵动车2辆81次缓缓进站。清晨6点，南京南站就如此繁忙。南京南出发，下一站江阴站。正在走行的沪宁沿江高铁是动车981次一路到现在走的第16条铁路线。沪蓉动卧从成都开始，经由成渝高铁、绵路高铁、渝昆高铁、锦西线、渝淮线、郑渝高铁、汉石高铁、京广线、渝花联络线、59客专、吴刚城际凤凰高铁、京港高铁、安庆联络线、宁安客专、沪宁沿江高铁、太仓联络线、沪苏通线、黄峰下行联络线、红峰线、沪宁城际虹桥联络线，总共21条铁路线，走向之诡异堪称一绝。7点整，列车到达江阴站。江阴这次赚大发了，沪蓉动卧上行1趟、下行2趟都有在江阴停站。另外还有一个冷知识，动车981次全程车次切换高达6次，绝对到了变态的地步。在普通旅客看来，本趟沪蓉动卧一共2个车次，动车981次，动车984次。成都东、南京南、江阴、上海虹桥，你看到站牌和 LED 显示的是动车981次，而重庆北、万州北、襄阳东则显示动车984次。但实际上本次列车成都东到泸州下行动车981次，泸州到汉口上行动车984次，汉口到黄梅东右变下行动车981次，黄梅东到安庆西京港上行动车984次，安庆西到安庆29公里的安庆联络线又改车次为动车981次，安庆到南京南宁安上行动车984次，南京南到上海虹桥下行动车981次，也就是动车981414141次。所以在各位旅客一觉睡到天亮的不知不觉中，2班沪蓉动卧2次下穿机场航站楼，走过不可描述的诡异线路，改了6次车次，最终 LED 显示了与前一天始发站一致的列车车次。北京时间7点53分，安亭西站通过。过了黄渡站，动车981次驶上了黄峰下行联络线，倒数第3条线，下穿京沪高铁，上跨京沪铁路，并入沪昆郑线。旁边盲猜是配属上局南乡所的 CH1B 跑杭深线的出库动车。 The train is approaching the terminal station. 上海虹桥 Station. 随着列车的飞驰，我们很快就要到达终点站上海虹桥站，请提前整理好自己的行李，以免相互拿错或遗忘在列车上。在您即将告别我们和谐号动车组列车时，请允许我代表动车组全体工作人员，对您一路上给予我们的关心、理解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。欢迎再次光临和谐号动车组列车，下次旅行再会。列车已经到达上海虹桥站。
北京时间8点04分，动车9814正点到达上海虹桥站。